这是让江训犬是最心塞的一次，他胸膛不断起伏，极力克制着情绪，因为他没想到自己竟能听到如此逆天之言。明明是自己的疏忽导致8周大的小狗被肢解，他竟还毫无悔意，觉得这是正常的。忍无可忍的江训犬师只能大声呵斥一句：友情提示，本期节目过于炸裂，请各位观众备好降压药再观看。原来情侣俩在乡下养了6只狗，3岁的克里斯是他最先带回来的，纯黑色的他一直是家里的颜值担当，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只3岁的标准贵宾犬。拿铁在5个月大时就被领养回来了，平时在家他很喜欢和主人来段热吻。小时候他就和克里斯是青梅竹马，长大后自然就成为了一对璧人。兴许是2只狗的日子太过轻松，情侣俩又给克里斯带来了第2任妻子那里，他那极具诱惑力的身姿足以让克里斯神魂颠倒。当初克里斯和拿铁生了一个女儿，2岁的巧克力看起来简直像克里斯的翻版，但这看似和谐的家庭却让江训打出了问号。一般雌性狗狗在6、7个月大会第一次出现生理期，但拿铁在1岁时就怀孕实在太早了。女主人解释当初是男友提议这么做的，而江训却称很多国家是禁止狗狗在未成熟时生育的，这就相当于让15岁的女孩生孩子是违法的。这样一个雷点让大家隐约感觉到些不对劲。除去4只贵宾犬，他还养了2只小可爱。当初散步时，这只潦草小狗就一直跟着他们，于心不忍的2人就把它也收入了麾下。至于最后1只小狗是拿铁找到的，因为他当时叫得很大声很可怜，于是几个月大的他也就被带回了家。不过2个人养6只狗，就连江训都觉得有些多。江训称自己养4只狗都有些吃力了。听到这话的女主人也只能沉默不语，因为那一天的惊变让她现在仍记忆犹新。当时男友问她要不要再养只玩具贵宾犬，虽然她对此一直极力反对，但却无法阻挡命运既定的轨迹。之后小家伙便用生命给了她重重一击。出生6周的尼禄被男友悄悄带了回来，前2周他们都把他带到公司去了，但没想到意外还是偷偷发生了。在某天下班回家后，他发现尼禄死掉了。从监控里看到他们出门5分钟，尼禄就遭到了克里斯的攻击。他不敢想象尼禄整整被撕咬5分钟该有多么痛啊！仅仅出生8周，他就住进了冰冷的骨灰盒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女主人都没能从悲痛中走出来，因为尼禄太小了，他可以从栅栏走出来，但没想到新世界里只有豺狼虎豹，可以说这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谋杀案。当工作人员上门考察时，受到了严重警告。标准贵宾犬本身就是极其敏感的猎犬，江训也称玩具贵宾犬和它根本就是2个物种。无遮挡的院子让它肆意的警戒咆哮，周围的邻居更是饱受噪音的困扰。节目组找来一个玩具想测试下克里斯，下一秒他直接就高抬后腿做了标记。江训说这本身就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在里面。另一边看起来温柔的那里也有着占有欲问题，为了强求对方是人是狗，他一视同仁，可以说他隐约有想成为家里一姐的苗头。但正宫拿铁可从来不是吃素的，他只要往门前一躺，那就是一座大山。克里斯和春天只敢在门外徘徊，不敢进去。拿铁稳稳占据了金字塔顶尖的位置。从图片可以看到，除了贵宾犬一家4口，2只后来的混种犬是妥妥的底层。拿铁总是用最优雅的姿势做着最狠辣的事，甚至还时常和那里发生互咬事件。然而更严重的是巧克力的霸凌行为，他有时会咬住快乐的后腿不断拉扯，女主人却对此视而不见。今天的问题犬混乱程度堪比安史之乱，这让江训犬师心中也有了些许猜测。刚开始女主人还以为尼禄是被热死的，但他发现那里的脖子上竟有些血迹，于是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想法倏地窜入了脑海。在查阅监控后，他发现拿铁是最先冲上去的，那看似平和的面孔下竟隐藏着铁血女皇般的狠辣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贵宾家族都成了刽子手，而那里身上的血则是尼禄被杀过程中溅上去的。当初尼禄刚到家，拿铁也展现出了母性的光辉，谁知后来他又彻底破坏掉了主人对他的信任，从此自责与愧疚让他没法再正视拿铁了。江训称，如果刚产子的狗妈妈感受到了危险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的孩子并吃掉，因为他要为下一个孩子补充营养和体能，这就是自然界冷酷无情的生存法则。江训称，因为家里的资源有限，狗狗的数量却在增多，身为大姐大的拿铁感受到了清理的必要，他只会觉得自己做了该做的事，并不会愧疚。如果尼禄4个月大，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在羊群效应作用下，贵宾犬一拥而上，高智商的动物往往会准确找寻到弱者，这是为了生存而除掉竞争对手的本能。画面一转，大家来到了宠物游乐园，但是在拿铁的带领下，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真岛犬。面对主人制止的指令，他一直都是置若罔闻。一旁的波士顿梗满脸无辜地看向攻击他的拿铁，而路上的小型犬也随时都能成为他的攻击对象。
她真的将社会中的恃强凌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对于明年有结婚生子计划的女主人来说，她很害怕孩子出生后没有安稳的环境，所以她才带着最后的期盼给节目组发了信息，只希望姜迅能让家里的一切拨乱反正。但谁知他却直接道出了真相。미안해요보호자님의양육방식이에요。其实监护人应当扮演好领导者的角色，因为他的失职才导致拿铁被迫上位。在多犬家庭中，监护人就应该是第一位，而其他狗狗都是平等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要出问题了。画面一转，继续来到了众狗的生活日常。女主人这次直接就化身为了铲屎官，因为偌大的人造草坪上全都是粪便。姜迅说，其实狗狗是不喜欢这样的，因为它们更希望排便区和生活区能分开，所以有时候它们甚至会吃掉部分便便保持干净。为了方便进食，他平时给贵宾犬准备了自助餐，而2只混种犬在房间里单独进食，但他发现除了流浪猫，自家狗却不太喜欢吃。姜迅说是因为平时主人肉罐头喂多了，而且他应该为每只狗单独准备进食空间才对。每次女主人上班前都要给拿铁和巧克力戴上嘴套，因为尼禄事件后他就很害怕混种犬会受伤。每天晚上情侣俩也都会驱车到郊区带他们散步，人烟稀少的空地是狗子们幸福的天堂，因为没有人就没让他们带牵引绳。这放飞自我式的散步让姜迅再次破防，他们觉得6只狗没法单独拴绳出去散步，所以才索性一次让汪汪队玩个够。他们觉得乡下人少不太会出事情，而且没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何不妥，所以这才有了刚进节目组时女主人因没有经验而被捆成人粽的画面。좀 무시한다는 느낌을 좀 많이 받았어요。女主人觉得拿铁的等级甚至在她之上，因为拿铁几乎从来不听她的指令，就算她生气拍她几下也无济于事。女主人的小发雷霆在她看来跟挠痒痒无异。姜迅表示，户外散步不牵绳是十分危险的，在美国的一些州，如果一只狗咬了另一只狗，通过诉讼加害犬甚至可以被安乐死。其实女主人提出过一人牵3只狗散步的建议，但男朋友嫌麻烦就直接拒绝了，而且家里开宠物门也是她的提议。2人在养狗理念上有诸多不同，也许这位曾露脸的男朋友才是家里的阶级之王，而且也因为他觉得自家狗没问题，所以就拒绝了参加这档节目。画面中拿铁用舔舐的方式安慰生气的女主人，这正是她在尽力履行领头狼的职责。其实尼禄死掉后，她曾坚持给拿铁实施安乐死的，但男朋友却说她按本能行事有什么错。尼禄的事更多的应该是他们疏忽导致的，被安抚下来的女主人也只能退而求其次。如果2只混种犬受到伤害，那她将义无反顾地给他安乐死。姜迅看得出女主人其实是想解决问题的，而真有问题的是现场缺席的男主人。更炸裂的是，他还提出过要往家里带狗的想法，这一重磅炸弹直接让众人哑口无言。其实今天姜迅的话也让女主人心中掀起了波澜，她本以为拿铁就是个惹祸精，但没想到他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因自己领导力的缺失，让他承担起了头狼的职责。拿铁只是想让这个家更好，有错吗？他的苦衷让女主人有些后悔错怪他了。当姜迅登场时，3个家庭都带着狗出来迎接，但拿铁却虎视眈眈地望向了旁边的小狗。训犬师先让辅助犬在外面路上来回走动，虽然栅栏的存在限制了拿铁的攻击，但他的视线仍然死死粘在了小狗身上。为了暴露问题，女主人带着拿铁来到了外面，竖起的尾巴紧绷的身体都是他狩猎的前奏，即便女主人让他坐下，他也充耳不闻。然而当比熊犬路过时，他又差点突袭成功，没想到他精瘦的身体里蕴藏着极致的爆发力。26公斤的拿铁暴冲可能会让女主人受伤，这样一种组合让姜迅不禁陷入沉思。他最终还是觉得屁链最适合拿铁，在征得主人同意后，他就给拿铁戴上了。拉着绳子的疼痛感可以降低他的攻击性，当训练成熟后再换上普通绳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姜迅又把吉娃娃请上场帮忙，2只小狗的出现让拿铁有些眼花缭乱，但这次他并没有任何过激举动。姜迅觉得女主人只要坚持训练，拿铁很快就能矫正过来的。不过从他紧盯着对方的视线来看，主人之后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回到室内，姜迅觉得拿铁其实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，他是不会为咬死尼禄而感到伤心的。有时候他看向监护人的眼神更像望着自己的女儿，比起其他狗，他其实更关心的是监护人。接着姜迅建议主人要学会推开拿铁，因为只让一只狗玩玩具会引发内斗的。如果拿铁扑上来，女主人要马上推开它，这样本身就是积攒威望的行为。她要化身为冷面女王来统治自己的子民，直到床上最后只剩下自己就成了。姜迅告诫她对待狗狗要一视同仁，强大的领导力更能征服狗狗的心。当女主人归位时，家里的混乱才能彻底消除。在女主人坐下后，拿铁也只是乖乖地趴着。此刻卸下重担的他心中一片平静。在家里，他们不能随便跑到沙发上去，而2只混种犬也不允许爬上卧室的床，否则不平衡的贵宾犬很可能会攻击他们。同时男朋友也需要共同协助做到这个规则，但这正是女主人所担心的地方。与动物相比，人心往往更加复杂。1周后，节目组再次造访了问题犬家里，他们想知道在姜迅指导后一家人是否有变化。女主人发短信说，节目后拿铁一直没精打采的，
而那里却有些想觊觎一把手的意思。这忽然就有点像韩剧里二夫人想上位的情节。不过在外出散步时，狗子们依旧不太配合，看起来监护人的绝对领导力有待提升。从画面中他们发现家里的狗似乎少了一只，这一下子又引发了三人不好的猜想。两位嘉宾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，想一探究竟。他们也做好了贵宾犬再次犯下血案的准备。当两人进门后，发现邻居家和院子仅有一墙之隔，狗子们的吠叫直接会影响到周围的人。而角落里的自助餐一直放在那里没有改变，江迅让整改的宠物门也依旧存在。屋内冲天的狗气让两人如沐春风，拿铁似乎也没有什么出格举动，但是那里的气焰却一路狂涨。他隐约有想当带头大姐的架势。通过询问他们得知不见的混种犬正在住院，因为之前散步时他意外被蛇咬了，没想到在户外不拴绳的后果这么快就降临了。嘉宾观察到室内地板上的脚印随处可见，沙发上也布满了狗爪带来的零散尘土。自从女主人隔挡后，只有二夫人还执着于沙发。平时拿铁都是善良狗哥占主导，唯有散步时他才会被邪恶狗哥顶号，因为他对弱小动物的敌意依旧没变。至于室外的自助餐没被撤走的原因，竟然是男朋友信不过他怕女友无法按时喂饭会饿到狗狗。嘉宾没想到自己还吃到了大瓜。女主人说自己每次训练男朋友都不配合，她总有各种理由去拒绝协助训练，也许正是两人的不齐心才让二夫人气焰不减吧。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，男朋友竟说还想领养一只大丹犬，作为最重可达100公斤的超大型犬。只是听到这个消息就足够让江迅无语了，因为女朋友很反对自己领养大丹犬，所以男朋友也很反对他拍摄节目。他觉得既然女友无视自己的反对参加了节目，那他也会坚持推进领养大丹犬的进程。两人在狗狗上的间隙似乎越来越深。江迅称其实养大丹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站起来接近1人高的他绝对是个庞然大物。如果男主人同时养1公1母2只大丹犬的话，他们平均每胎会生10只幼崽，但是又很少有人会愿意领养他们，那对夫妻俩来说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。男朋友在江迅看来更像是集邮爱好者，但他却从没考虑过饲养和管束的艰辛。江迅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现场，直接映入眼帘的便是整片人工草坪。他觉得与其让狗子们自由排便，不如专门划分出排泄场所，可以把泥土和树皮铺在底部，然后再立2个木桩在中间，固定的场所也方便情侣俩清理。当他进屋后，就发现了墙上挂着的女方父母照片。他说因为思念，所以才想每天看见他们。也许正是因为她是家中独女的孤单，才让狗狗们成为了她的另一种支柱吧。从她的行为可以看出，她很重视家庭，正是因为失去过，所以才更懂得珍惜。从训犬师的角度来看，他觉得这些狗都是很好的伴侣犬，即便是拿铁也是想保持平衡才那么做的。但并不是说女主人把它们养得很好，因为这家里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狗窝了。过度的自由让狗狗们没了界限，男朋友又不让拆掉宠物门，让它彻底没了辙。平时他还不配合女主人对贵宾犬的训练，家里有个唱反调的人生该有多累啊。他实在忍不住就向江迅吐槽了一番，我还以为自己是在看家庭调节类节目呢。江迅继续问到狗子们的户外散步情况如何，他说男友觉得给狗狗戴上嘴套就行了，他很不喜欢手里握着牵引绳的感觉，只是手机和水杯就占据了他的双手空间。当初他把拿铁领回家本想着给他绝育的，是男友提出想要一只小贵宾，这才有了巧克力的降临。听到此处，江迅只觉得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他问女主人要了杯水想缓解下，接二连三的重磅消息猛烈冲击着他的心，也许消失的他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。江迅称只靠意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而男主人的角色又极其重要，他希望女主人能把他叫过来当面交流。迟疑了几秒钟后，他还是拨通了电话。男友在10分钟后匆忙赶了回来，也许现在才是改变一切的真正契机。因为他工作的地点距离家里只有2分钟的车程，江迅觉得闲暇的午休时间他可以分别带狗出门散步，但对方却推脱自己很忙，根本抽不出时间。江迅告诉他不能再养更多的狗了，男人也答应了，说不会继续养了。但江迅质问到领养大丹犬是怎么回事，他坦言自己确实有此计划，但因为女友一直反对就没有实行。他说计划明年搬到一个300-400平的房子里，然后再领养2只大丹犬，最好它们能繁育很多幼犬。这一番豪言壮语直接把江迅气笑了。왜 그러는 거예요？男友觉得超过70%的时间狗狗都是自己在照顾，但女友马上就揭露了他根本就没做那么多事，两人在谁付出多这件事上都各执一词。江迅表示并不是养的狗多就是爱狗人士，柜子上的4个骨灰盒似乎也在无声地应和着。然而接下来男友的发言却把节目推向了高潮。 강아지는 강아지로 있는 거라고 또 얘네 또 키우는 또 그런 것들도 있으니까. 江迅仿佛听到了最荒谬的话，开始放声大笑。然而他心中的怒海却更加汹涌了。 불의의 사고로 개들이 죽은 게 아니라 그런데 걔네들이 그렇게 죽었는데? 对逝去的狗狗来说，歉意不应该随便消失，因为这意味着未来也许还会发生类似的事。江迅称女主人对狗狗的付出众人都看在眼里，但男主人却像极了集邮爱好者，
저 반은 맞는 것 같고 반은 아닌 것 같진 않아요. 그럼 그만 키우세요. 江训今天积攒的怒气在此刻倾泻而出，从训犬师的专业角度出发，他要求男主人承诺不再继续领养狗狗了，而且也不能再有饲养繁殖犬的念头。实际上正因为有女主人，这些狗才被照顾得很好，如果没有他家里将一片狼藉，即便以后住到300-400平的房子，他也要男主人不能再领养狗了，悬崖勒马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。至于撤掉室外给狗狗们自助餐的事情，江训称既然他放心不下女主人，就由他亲自给几只狗分别喂食好了。他继续说到，大型犬在公共场合不拴绳是违法的，而男友又把责任推到了女朋友身上，无奈的训犬师只能跟他约定以后要牵绳才行。他让情侣俩把食物移走，只留下水，而且每天喂一次就行，不用多喂，比如傍晚下班回来再喂食，顺便出门散步排便。至于宠物们，男主人是特意为他们留出来排便的，但江训却说，如果把院子当成露天厕所的话，那么雨后的人造草坪将会恶臭熏天，如果用水冲洗让味道渗到泥土里的话，那不知道会浪费多少水资源。女主人说院子的臭味让邻居们都很难受，但谁知下一秒男友又爆出了金句， 여기 다 아시는 분이셔갖고 情侣俩的三观再次在此碰撞，江训也又一次成为了无辜的献祭者。狗狗们没有限制的出入带来的不仅是恶臭，还有对邻居们的噪音干扰，这样掩盖的矛盾早晚会有爆发的一天。江训建议他们每隔3-4个小时就带狗出门排便一次，而男主人也不情愿地答应了他，这让女朋友瞬间有了种背叛感，因为曾经无论他怎么说男友都不听，没想到最终还是众多摄像机让他妥协了。江训说屋内的狗狗们也不能放任不管，最好使用节目组提前准备好的航空箱。江训更是亲手帮6只狗规划了生活空间，这让他们各自都有了归属地。他让主人从拿铁和那里中选一只放在书房，最终女主人选择了二夫人那里。而对于克里斯来说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，但拿铁却知道谁是自己的女儿，所以他推荐克里斯一家3口住在客厅，而那里和2只混种犬住在书房。刚开始训练时，巧克力对零食无动于衷，直到3-4次训练后，他依旧很害怕，于是江训就先让大夫人拿铁出来训练，没想到第一次他就成功进去了。有了母亲打样，巧克力也不甘落后，他转头就走进了刚才害怕的航空箱。母女俩的训练实在要比想象中的容易，有了拿铁的好开头，后面每只狗都急速通关。看来曾经的大姐大在众狗心中仍然威望很高。女主人把拿铁放出来后便四处走动，她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安静，曾经靠近主人的路总是充满了狗狗，现在她终于找到了独得宠爱的感觉。其实航空箱可以让有限的资源更好的分配，这样狭窄的客厅也将变得不那么拥挤。最后拿铁还有个散步时攻击性大的问题，他那恃强凌弱的行为让女主人很困扰，为此江训特意请来了一只辅助犬帮忙。他告诉监护人，如果拿铁盯着对方，就可以突然拽动牵引绳提醒他。虽然从拿铁现状来看他可以不用替练，但是女主人的力量实在堪忧，所以以后每次单独遛一只狗就好。拍摄结束后，男主人表示自己会尝试按照江训说的做，宠物们的移除也会提上日程。看着男朋友吃瘪的样子，女主人是最开心的，因为她终于体会到了有人撑腰的感觉。看来江训真是训人训狗两不误啊。当他们再次外出时，都给狗子拴了绳子。女主人发信息说他们有次在郊区遇到了流浪的真岛犬，也幸亏拴了绳子才没酿成大祸。6只狗都养成了航空箱里进食的习惯，也许这样有序的生活才是最好的。本期节目一播出，网友们就被气得直吃降压药，还有很多人都劝女方赶紧跟男方分手，婚前他们的价值观就能有如此冲突，不敢想象婚后的日子该会多么精彩。10年的时间已经让女方被男方 PUA 得很彻底，这个家里绝不会仅有尼禄一个受害者。架子上4个冰冷的骨灰盒正在镜头前做着无声的抗议。其实大家都看得出，男人只是个狗狗囤积狂，他不在乎动物的死活，只在乎自己是否尽兴，甚至带大单犬回来也许只是想做繁育犬赚钱而已。就像江训说的，养狗观其实就是育儿观，难以想象女方结婚生孩子后该会有多么艰辛。几只狗就像被他收集回来的花瓶一样，如果有了瑕疵，大不了再买一个新的。他的毫无愧疚感和价值观屡次让江训震惊，真的是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啊。大男子主义的男朋友和长期被煤气灯效应操纵的女朋友，这样的组合他们真的会因江训而改变吗？最后我希望尼禄和3个小家伙下辈子能遇到个爱他们的主人，也希望几只狗的生活真能得到改善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